1953年1月29日，邓丽君出生在台湾云林的一个军人家庭，上有3个哥哥，下有一个弟弟。邓丽君是家中唯一的女儿，不但被双亲视为掌上明珠，更得到了全家人的疼爱。自从上小学开始，邓丽君的音乐课成绩出类拔萃，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其他科目的成绩都不太好，有时她会因此遭到哥哥们善意的嘲笑，忍不住哭鼻子。在父亲的熏陶和培养下，邓丽君的嗓子越唱越甜，越唱越亮。小学毕业那年，邓叔鼓励女儿报名参加电台举办的黄梅歌曲歌唱比赛。当不满12岁的邓丽君战战兢兢地唱完一曲《访英台》，出乎意料赢得了全场的掌声和喝彩。13岁的邓丽君见家中经济条件每况愈下，善解人意的她不愿父母为难，含泪做出退学的决定，自此开启长达几10年的歌唱生涯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女人的名字里不宜带君字，因为意味着劳碌命，要像男人那样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。初涉江湖，难免要看人脸色和受些嫌弃，每当看到母亲那抱歉的眼神，邓丽君心疼不已。而孝顺的她，自从挑起养家重担的那一刻起，从未想过退缩。1968年，邓丽君与宇宙唱片公司签约，正式开始发行唱片。1年后，台湾电视台拍摄的第1部国语电视剧《晶晶》播出，邓丽君演唱同名主题曲，唱片大卖5万张，一炮而红。成名后，邓丽君陆续推出了《千言万语》《海韵》等畅销专辑，打开了香港及东南亚市场。不但歌唱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，还主演了2、3部电影。然而自70年代开始，台式流行歌曲在港台两地的热度降温，逐渐由热转凉。19岁的邓丽君再次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。日本歌坛此时抛来了橄榄枝，经过深思熟虑后，邓丽君与成功打造过陈美龄、欧阳菲菲的渡边公司签下经纪约，与宝丽多公司签下唱片约。1973年，邓丽君空降日本歌坛，但没想到反响冷淡，不服输的她认定是语言障碍，开始苦学日语。据邓丽君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，她那时学日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，反反复复写，随时随地念，前后不过1年左右，便熟练掌握了日语。1975年，邓丽君与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，此后的几年里，她在日本歌坛越战越勇，获奖无数。1979年，日本移民局怀疑邓丽君使用假护照，将她关进了东京移民局的拘留所。虽然后来查清是一场误会，但在那10天里，邓丽君与偷渡客、风尘女关押在一起，毫无尊严可言。重拾自由后，26岁的邓丽君心灰意冷，宣布告别日本歌坛。18岁那年，一个人的出现填补了邓丽君感情世界的空白。她的初恋男友是马来西亚华侨林振发，一位事业有成的造纸商。1971年，在吉隆坡参加商演，邓丽君惊奇地发现3天里坐在前3排的观众竟然是同一批人。后来才知道有位歌迷叫林振发，他不但自己来听歌，还包下前3排，邀请亲朋好友来捧场。林振发对邓丽君展开热烈的追求，他们很快从朋友升级为情侣，2人情投意合。当时有媒体报道称，邓丽君极有可能在3年内成为林太太。不过，邓丽君从1973年开始转战日本歌坛，而林振发也忙于拓展新加坡的生意版图。这对恋人因为各自忙于事业，始终没有走入婚姻的殿堂。1978年，邓丽君收到林振发心脏病发的电报，即刻搭乘飞机直飞吉隆坡。然而，当她在飞机上打开报纸时，看到的竟然是林振发的死讯。林振发病逝令邓丽君大受打击，她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。1980年，邓丽君告别日本歌坛后，来到美国洛杉矶进修，同时也在拉斯维加斯演出。事业失意的她，却在感情方面迎来了曙光，结识了一个艺名叫成龙的男演员。那时的邓丽君已是歌坛天后，但成龙还未成为功夫巨星。他为拍片专程到美国来学习英文，
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异国他乡邂逅，很快擦出了爱的火花。这段洛杉矶之恋短暂却美好，两个人时常野外游玩，邓丽君也曾亲手给成龙煲汤喝，但由于各自的人生轨迹不同，最后无疾而终。后来在好友的撮合下，邓丽君与马来西亚富商郭孔成相识相恋。这位糖业大亨的公子虽然出身商贾之家，但身上却没有铜臭味，为人更是谦和有礼，很快俘获了邓丽君的芳心。邓丽君非常渴望拥有幸福的家庭，对待这段感情无比投入。她与郭孔成在1981年10月28日举办了低调的订婚宴，不久后还开了婚前告别演唱会。那一曲《再见，我的爱人》便是缅怀临阵发的。邓丽君曾经在演唱会上声情并茂地演绎这首歌，只唱一半便泪眼婆娑，当一曲终了，早已哭成了泪人。每一句歌声都是她的真情流露，借此抒发思君不见君的内心愁苦。邓丽君再次远走他乡，来到法国巴黎定居。在这个以浪漫著称的国度，她结识了一个名叫保罗的法国男人。他比邓丽君小15岁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更不知道邓丽君名人的身份。二人很快发展成为情侣关系。1995年年初，邓丽君和保罗回到台湾过春节，但她患了严重的感冒，随后医治了几个月不见好转。4月份，邓丽君与保罗来到泰国清迈，住进一家酒店调养身体。5月8日的下午，保罗外出买东西，就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里，邓丽君突然哮喘病发作。她艰难地移动身体，使尽全身力气打开门，但却因重心不稳摔倒在走廊里。酒店的服务生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邓丽君，立刻将她送往最近的医院，可偏偏当时是交通高峰期，遭遇堵车。当保罗闻讯赶到医院时，一切太晚了，邓丽君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2岁。时过境迁，没有人再关心保罗的去向，但邓丽君时至今日依然被提及与怀念。